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2583题，所谓的 Kept largest sum in a binary tree 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二元数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呢，它就是给你一个二元数，那变数名称就叫做 root，那而且再给你一个正整数。positive integer k， 那所以它这边要考虑的是所谓的 level sum 啊，就是你那个二元数呢，它每个 level 啊都有那些节点呢都有它的一个值啊，将它合起来同一个 level 的 level sum， 在相同的 level 的那些值的和就叫 level sum。那请你返回 dk 大的 level 上啊，他这边特别强调，它不一定是不相同的啊，它有可能有重复的level 上啊，基本上就是 dk 个啊。如果说你这一颗二元数它的 level 如果是小于 k 的话，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传回去的值就是-1。他这边特别解释啊，两个节点它是在相同的 level 啊，它会有相同的距离到所谓的 root 节点。好，那这个是一个二元数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就看它的一些例子。好，那我们看它这里的例子啊，它有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就分别一层一层去算它的 level 上。第0层当然是5，第1层当然就是17，再来第2层2加1加3加7，所以这个是13。在这个最后一层啊，当然就是4加6的，当然这里就是10。那它的 k 值是2，所以是第二大，第二大当然就是这里，最大当然是17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这原则上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 level 上把它算出来啊，然后再取 dk 个。好 ，dk 大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的话，它这边的话，k 是等于1哦，所以最大，因为它每一层只有一个节点，所以最大当然就是3。啊，我们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 这跟我们的解题方式当然会有关联。n 是介于2到10万之间啊，所以 n 可以10的5次方。那节点的值的数字最大可以到100万。那 k 呢，当然是要小于等于 n。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带来解题的一个技巧。好，解题的方式呢，我们其实我们这一天考虑比较简单实作的所以用 DFS 的方式实际上来讲，它也就是所谓的 prefix order 的 transversal 那这特别对二元数来讲，它这个是常用的一种走访的方式。那采用 DFS 的方式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用递回去写，让程式变得比较简洁。所以我们就去定义一个递回函数假设叫 f， 那它基本上它就去算那个 level sums那当然它的走访当然不是所谓的 level wise 的 transversal， 但是原则上它可以逐次的将节点的数字呢加到它适合的那个 level 的部分。好，然后这个算完之后，原则上呢，我们在它主要的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就去宣告所谓的 long long
基本上你可以用 vector 呢，或者是用一般的阵列啊。如果是 Python 的话，当然用一般的 list 就可以了。那根据我们实际实作的一个情况啊，最好这个 vector 啊或者 array 呢，一次就将记忆体空间就整个配置给它，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就给它配置10的5次方啊，不要逐一的去 push back， 逐一的 push back， 它的速度就会缓慢。好，然后我们就去呼叫我们的递回函数啊。那当你的 k 呢，如果是大于它的数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根据题意当然就返回指示-1。其他的情况我们在作用所谓的 nth element 啊，这个在 C++ std 里面的当中的一个函数啊，这个也蛮好用的，我们就可以找到第 k 大的元素。那当然在这里的话，当然是用order 是用 greater 啊。那基本上在 k 减1这个 index 的值就是它的答案啊。这个当然是 C++ 的一个解法。好，那我们就实际看一下我们在 LeetCode 实作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先看有关 Python 版的一个做法哈。Python 版呢跟刚刚的所说明的其实也差异不大。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当然我们的 list 我们是一开始就先将空间就配置给它啊，不要逐一的将它 append 啊或者那样就会缓慢。然后我们这边的 sc 就是它的 size 啊，所以我们这里在11行到17行的地方，我们就定义我们的 DFS 啊，我们就采用 DFS 的方式去走访。那如果你那的节点呢，如果是空的话啊，那当然就 return 回去。如果说我们的刚好我们的 level 呢是大于等于 sc， 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 sc 就要加等于1，然后我们将 root 的值加到它所在 level 的这个上啊，那然后我们再考虑它的左数，那当然这时候 level 就要加1了。它的右数level 要加1啊，透过递回的方式去呼叫啊，这样 DFS 的一个递回函数呢就很快就可以完成。然后在18行的地方我们再去呼叫，那接下来我们就考虑答案，就是当你的 sc 呢是小于 k 的时候，答案当然就-1。那在其他情况，那我们当然就是用 Python 当中的heapq 里面当中的 n largest 啊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是 dk 个作用在上这个 list 啊，当然我们只要考虑前面 s 一个就可以了，它当然是当中的最后一个。好，所以这是 Python 版的。那我们把这拉高一点，好，我们让它编译，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这两个 case 都 OK，submit。好，所以它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好，大概73毫秒啊，打败 Python 3的使用者达 98.12%。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版本。C++ 的版本，那我们这边的阵列我们就采用 C 阵列啊，比较单纯一点啊，就不一定要用 vector， 那它也会比较快一些。那这里的写法其实就跟刚刚的说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让它执行。然后 submit。好，我们看看，那它的速度是很快，11毫秒啊，打败 99.80% 的C++ 的使用者。那我们再看一下左边这边的我们所公布的解答。
那另外一种做法当然是可以考虑所谓的 BFS 的方式，那我们这边是有采用所谓的 HIP 的方式，当然也不一定是用 HIP， 你当然可以考虑就是用后面也采用 nth element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这边的话我们是呈现在这边。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